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持续赶快来看到的是这个礼拜的最新的进度。中俄现在联手剑指日本东京。那么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辽宁号正式的突破到了整个第一岛链哦，包括了歼15在这边狂飙起降，大家在猜说这个过去的黑船阴影是否再次的降临？日本现在也全面备战了，把它的军事费用拉到史上最高，战事是否一触即发？赶快来看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今天我们会特别来看一下辽宁号的轨迹哦，突破了第一岛链之后直指东京，包括了其他的武器歼15起降次数非常的多，中俄是在对日本下战帖嘛。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来看到，包括了中俄现在它的轰炸机也都掠过了东京跟横须贺，配合的包括了辽宁号跟055大区现代版黑船事件是否重新上演。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日本紧急的全面备战了，国防预算创下史上最高，但是重点是中俄都已经逼到日本的家门口了，东京这个时候努力还来得及，而且撑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是日本防卫省这边最新再次的公布了中国大陆的航母辽宁号一连串的轨迹。我们看到从其实12月5号沿着这个红色虚线，再到一直到12月12号，这个是日本是中国大陆的辽宁号航母它这个走的一个路径图。那么日本在这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周边走了这样子的一圈。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呢？他说辽宁号从宫古海峡出发之后呢，就突穿了第一岛链，对日本持续的示威，一度还指向了东京，之后就往太平洋的深处继续的前行。辽宁号在太平洋的海域这边，重点是大家在观察它实施了260次舰载机、战机和直升机的起降训练，这个数字他们说是罕见，非常的多次。防卫省官员也说了，中俄这时候还包括出动了他们的战略轰炸机，一起在日本的周遭进行了一个演习，给日本极大的压力。来看到学者怎么说，林颖佑教授说呢，辽宁号这个时候是意图借此来实施的是它的炮舰外交，达成警告日本的目的。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中俄的轰炸机，再加上辽宁号这时候剑指东京，这一种被学者称为是炮舰外交，是已经重现了当年1853年美军舰队驶入东京湾的那一起黑船事件吗？中俄对日本的炮舰外交可不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新常态？委员怎么看？这个完全不同啊！我们来看看1853年美军率舰队进入这个日本东京湾啊，因为什么黑船事件，黑船是铁壳船的意思，因为在日本人早期的想象中，船是用木头做的，没想到用铁做的，所以他们把它称作黑船。这个美军到东京湾干什么？就是要把美国货卖进日本，那也希望日本货能够卖到国外，这是标准的一个国际贸易事件，用武力打开贸易的这样的一个策略。而在1853年这个黑船事件后，只隔41年，到了1894年，日本就有能力发动甲午战争，而且还把中国的北洋舰队击败。当时中国的北洋舰队号称是亚洲最庞大的舰队，结果呢，就在日本的这个一场战争底下彻底败下阵来，也把中国的自信心败到谷底，所以中国就一路下滑，一直到了1950年代啊。那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其实我看了下，我认为中国、俄罗斯并没有想要跟日本进行什么外交，所以谈不上炮弹、炮舰外交，连外交都不是。主要是什么？要来遏制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遏制日本的武力再起。这什么含义呢？因为高市早苗自己讲的，他要对台湾海峡如果发生战争，他就要怎么样？要出兵。换句话说，如果武力发生在台海，你要出兵。那平常如果两岸要和平，你会不讲话吗？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国际政治逻辑，说你日本认为你有权利、有能力可以干预两岸的问题，那对中国大陆当然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以中俄两国现在的关系啊，对于日本这种企图用武力介入周遭事务了，当然会有高度的警戒。所以这一次啊，我觉得很客气啊。你看哈，他辽宁号啊绕到了那霸以后呢，就往右转到太平洋，然后好像那边有夜市的样，跑那边夜市吃个小点心，砰砰砰回去打卡了。他根本都没有跨越到奄美大岛以北啊。甚至还没有到这个马尾岛、种子岛都没有。马尾岛干嘛？是他们日本正想要做一个航空母舰舰载机的一个起降训练的陆上基地。到东京湾还早啊，是，更不用讲说到横须贺外港啊。所以表示这个只是初步而已啦，所以既非外交，亦没有炮舰，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初步的起降训练。一定要到了中俄的这个轰炸机飞到东京外海，才可以说是真的在对日本产生这种军事上的压力。那辽宁舰也是一样，它是起降单纯的起降训练，似乎中国大陆也没有意思要把它这次的中日争端提高到军事上很高的程度，看起来似乎也都没有，所以算是相对的温和，甚至我都嫌它有点的温吞。好，这一次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辽宁号一系列跟中俄之间的动作，是给这个日本一个在军事上面扩张的一个正式警告。那面对确实现在看到辽宁号的逼近，日本也迅速做出了反应。日本做了什么？我们来看到在军事上面，九州的福冈基地是紧急出动了12架。他们画面上看到的 F2的战机升空来做拦截。那从网络上面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说，疑似呢这些战机都有挂实弹，总数这边做统计是达到48枚的反舰飞弹，包括了 ASM-2 的反舰飞弹，还有多枚近程空对空飞弹。但是这个 F2要面对眼前的压力，还包括来自于大陆解放军，你在这边太平洋有它的歼15跟055大区，日本硬碰硬，还有胜算吗？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F2的这个战机啊，它加挂飞弹。那其实如果按照这个新闻来源它所公布的照片，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它这个是实际上12月9号拍摄的。那大家觉得好像，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ASM-2的这个飞弹啊。可是呢，如果我们看到第4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就一样看到了这个飞弹，而且他把前面的这一个导引头的这个护罩拿掉，但是它其实是摆拍，如何见得呢？因为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起飞前拆除的这个飘带还在上面啊，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标准的一个摆拍。那如果说对于日本自卫队来讲，他们更头痛的可能不只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舰载机的部分，其实还有军舰的部分。因为军舰到底从哪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也就是当初穿越宫古海峡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带着901的综合补给舰。可是呢，当我们看到12月8号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已经出现了这个901综合补给舰。可是那我们刚刚讲南昌舰，也就是055万吨驱逐舰不见了。那也就是说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也因为日本它的又碰到了中日的这个联合的战备空中巡航，然后又碰到了这一个辽宁舰的一个状况，其实它根本没办法让。无论是在东岸或者是在靠近日本海一岸来因应，所以才产生这个结果。至于说这个架次啊会不会比较多啊？如果我们来看，如果是跟2022年12月来比较的话，的确是比较多。那但是我们看到2022年到2024年，其中的这一个时间里面呢，其实辽宁舰进行了一个入坞级的厂级维修，当时他的副舰长就告诉了我们，
它已经不是训练舰，它已经变成一个作战舰。我们就看到它的起飞的架次，蓝色的这个代表的是我们看到的歼15战机啊。那如果红色这部分，也就是直升机。为什么有直升机？因为现在以辽宁舰来讲，它的反潜以及它的预警都是由直升机来负责的。那如果我们按照刚刚讲到的055是不是能够因应这样的一个威胁？其实我们来看啊，055应对这些反舰飞弹啊，或者是你这一些空中目标，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点，这个是什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年在93阅兵的时候所看到的高功率微波的这个部分啊，是现在唯一有装上船的各国的舰艇，也只有055万吨驱逐舰。那这一个呢，如果说我们从这一个中国大陆，它在2014年哦，也就是11年前的这一个论文，我们就看到，其实他们对于这个高功率微波的设计呢，也就是如果按照万吨驱逐舰它的一个大小的话，那天线口径在23到25公尺的话，其实它可以打击的距离呢是50公里，所以非常的远。那这一次最主要的是什么？也就是高市早苗讲完不该讲的话，然后也不愿意收回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解放军启动了所谓的冷启动，也就是当初大家都不是常常有人讲说会有预警，会有侦后，其实都没有看到预警，也没有看到侦后，唯一看到的也就是当它出现在东海的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说它可能穿越宫古海峡。当大家认为它穿越宫古海峡要前进关岛的时候，没想到它往东北直上，然后接近奄美大岛，这个路径是第一次产生的。另外一个也就是拿敌练兵，这个我们刚刚讲冷启动跟拿敌练兵都不是编出来的名词，都是在解放军的准则教范里面是有这么一个名词的。拿敌练兵呢，也就是他拿着你对手来练兵，也就是我拿着你那个未来可能会变成对手的这一个部队，我直接来练你。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自己来练的话，总是我不知道实际上的准则教范是什么。可是我拿对手来练的时候，对手的我们讲到 rule of engagement， 也就是交战规则的部分，我就可以了解。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一次对于日本来讲，它虽然不叫做这个黑船事件，可是震撼不比那个黑船事件来得小。对，好，我们现在看到，所以日本方面现在面对于来自于中俄之间的一个进逼，最新消息我们也要看到，所以日本又做了哪一些的动作？除了刚刚在军事上我们看到它的新动作之外，其实这一次呢，在军备上面，它直接快速的来加强它的反击能力，并且呢，增加自己的国防预算创下了新高。共同社特别做了披露哦，日本规划的是明年度2026年的防卫预算拉高到9兆日元。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那他已经讲好了，这个重点放在2项，第一个就是长程飞弹，第二个攻击型无人机。但眼前的问题是，中俄都已经进逼到家门口了，日本现在做来得及吗？还是会把自己推向更危险的境界？杨老师怎么看？我个人觉得，从高市上来讲，台湾有事，然后呢，小泉进次郎的防卫大臣凌晨2点开记者会说。我们2架飞机被雷达照射了，这是一个很完美的媒体的操作，而且是有助于他们自己本身在就是整个防卫力量、军事武器以及国防预算的提升，然后呢更进一步的加大相关的部署采购。实际上，真的有炮舰外交吗？那刚才蔡委员讲得很对啊。那辽宁舰连奄美岛以北都没有去啊，没有接近东京湾呢、而好几次其他航程的，就是航空母舰到这个区域做演习的时候，一样的也有一些起飞啊，只不过是没有跟你的飞机去做雷达照射。所以这一整个过程当中哈，我的感觉我们要看透看穿，日本的媒体的整个以及日本政府在这个议题的。就是说，他的目的是要去，等于是撼动日本的安保政策。那他没有错啊，今年1年
的国防预算来到9兆日元，那他要去做长程的飞弹，那长程飞弹能够做多远？你不搭载这个核弹头的长程飞弹，你去打什么？你去打基地？前提是你要先被攻击，你能够先制攻击吗？你先制攻击，没有核弹头的长程飞弹打的基地一栋楼而已。所以它的目的是什么？无人机的这个防御。不过呢，它要做什么？它要把就是太空作战集团要建构一个新的这个规划，它把航空自卫队要改名叫航空宇宙自卫队啊，在日文宇宙类似航天。然后呢，要在冲绳那霸市的陆上自卫队本来的一个旅第15旅团，要把它提升作为师。换言之，如果真的要介入到台海的时候呢，在冲绳的这个第15师团，可能就具有它的这个角色。那我要请问是，他把整个5年以来45兆日元要花在这些部分去对付谁呢？如果今天对付韩国是有用，你对付北韩、朝鲜有没有用？那有核武啊。你对付中国大陆有没有用？中国大陆《纽约时报》这2天的社论才登呢。现在中国大陆在第1岛链有900枚飞弹。第2岛链范围可以打到第2岛链的1300枚，可以打到第3岛链的500枚，而其中有600枚是极音速飞弹。连美国的福特号要来援助台湾之前就会被打掉，日本能够做什么？所以在这里啊，我觉得其实日本要作为一个美国的副警长的角色哈，配合的这个军力的提升是蛮清楚的。而在这个事件当中，这整个新闻以及议题的操作哈，是符合日本右翼它整个去撼动改变日本安保政策的一个就是基础。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持续关心到的是川建国发威哦，中国大陆在这个关税战之下，现在是越打越赚，而且出超破兆美元。美国则是面临自己内部民生溃败，吃不起饭，现在还得靠所谓的代币来做食物救援，怎么回事？赶快来看今天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现在看到美国的农夫市集到处都在使用所谓的补助代币，美国人现在连买菜都要靠政府的救济了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是川普啊。这个关税战之下，通膨压力还没有降，但他在此刻却是逼着这个联准会啊，赶快降息来救市吧。但是救市的话，是否又会影响到股市、债市呢？川普是在止血还是在放火？第3件事情，今天也会关心到的是，川普的关税战之下，没有想到大陆现在出超正式破了1兆美元这个数字，甚至创下了新高。另外一方面，刚刚讲的嘛，美国则是呢靠补助过日，川普这个时候在对中政策上面突然间转软了，大家在看这个是战略转向，还是美国真的这一回撑不下去了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解答。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农夫市集，其实呢地点就是在旧金山，当时的画面是这样子，大家看到说哇，周末市集的人去逛的人非常的多，然后看起来人气非常的旺，但是摊位的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摊商自己说的，多了一样东西，就是政府补助代币。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一个社福升级哦，是因为美国现在尤其针对这些中低收入的家庭，他们连买菜都越来越有问题了，包括说呢，只能靠的是他们的这个代币哦来去买菜，来用刷卡换代币过日子。摊商也证实了，确实他们现在收到的代币甚至比现金还要多很多。那么现在美国自己国内的通膨到底有多严重呢？我们来看到几个实际的数字。首先，第一个，美国人最爱吃的牛肉涨幅啊，一口气飙升到了超过15%。再来看到55%的美国民众都认为说，真的吃不起饭，你川普是不是应该要负起责任呢？第3个是川普11月的关税收入首次的月减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被迫取消部分食品的关税，要来救自己国内的物价。而且现在只有30%的民众是满意川普的经济政策的，川普已经干脆亲口证实。
实了。他说，确实，他认为共和党接下来恐怕在选举中会丢了自己的饭碗。美国现在内部物价通膨有多严重，还得靠代币来买东西。关税战是把美国的经济底子给打空吗？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啊，其实这一个有关于川普这个施政的部分啊，如果我们在看到 APEC 它的一个会前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川普的概念，执政的状况是这样：如果一般的美国成年人啊，那我们先不论党派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大家认为这一个生活杂货。其实涨得非常有感，71%的人都觉得是上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大家觉得最不满的是什么？也就是同样的状况，也就是这一个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开销，那个其实是越来越大的。不过现在大家讲说这一个是不是通货膨胀呢？其实不一定是通货膨胀，反而可能是通货紧缩，因为大家不敢花钱，因为未来长成什么样子并不清楚。那也就是我们来看到实际的状况，我们看到消费者的信心。如果说我们从这一个选举日之后，我们就看到消费者的信心其实曾经有一度上涨，那但是呢，现在又逐渐的跌落。那为什么我讲说这个部分呢？并不一定是通货膨胀，真正通货膨胀的高峰其实是在拜登总统的任内。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反而更多是通货的紧缩。那这个通货的紧缩所造成的影响，大家不敢花钱。那不敢花钱，但是这个问题啊，会更严重的出现在中低收入户，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农民市集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讲，中低收入户相对于这个消费金字塔顶尖的人来讲的话，他的收入会将近超过60%都是投注在购买食物这上面。而且如果美国有提供这个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他们就会用这个计划，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少出一点钱。然后当然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代币满天飞啊。那这一个状况其实川普他知不知道？他非常清楚，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不断的敦促中国大陆你赶快买大豆。那其实问题也就在这里，也就是他最重要的是他要避免这一个收入不多，但是选票很多，然后让他在明年的期中选举一败涂地。好，一边是这个美国自己的内部物价太高造成的这个消费减低通缩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川普政府现在又持续的要求联准会啊，你赶快降息吧，希望能够替他的经济打一些吗啡来止痛续命啦。那可是现在大家也担心说，会不会降息又造成股市债市的不利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要请教杨老师。第二个问题是，期中选举接下来共和党乐观吗？因为现在连川普自己都不看好了。杨老师怎么看？对，川普在13号的时候接受《华尔街日报》的访问呢，我看到他自己称赞说，从来没有这么好的经济在美国的历史上啊，这个非常符合川普的口吻。可是真的吗？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就是清楚的这个数据哈。那到目前为止，其实他的支持率是掉了，而且是掉了几趴，掉了大概有10%。从就是48%掉到从52%掉到42%支持率，不支持率来到55%，增加了大概有10%。所以一上一下，其实它的不支持率远超过它的支持率，现在这个很清楚。然后呢，这里面去分析有3类的这个选民现在对他其实是支持大幅下滑，一个就是拉丁美裔的，叫 Hispanic； 第二个呢，独立选民；第三个呢，年轻人18岁到29岁的。那 Hispanic 呢，其实主要都是在美国的南方，尤其像佛罗里达这些地方过去一直都是共和党的主要支持者。那可是到都市里面，他们又倾向支持民主党。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从40%掉到35%，减少了有将近13%。然后呢，独立选民减少了将近20%。最特殊的是，年轻人对川普的支持从原来还有将近40%的，掉了只剩20%。所以少了一半。一年少了一半。你还不到明年的选举，明年选举大概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
那够不够足够的时间把他们给挽回？通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再进一步的民意调查，他们说50%到55%的选民认为最重要的3个议题，第一个是通膨，商品的价格；第二个呢是工作，整体经济；第3个呢是健保。可是呢，川普你看到他这个通膨因为关税开始就是出现这个就是整个严重。那目前在9月份的数字看到是2.8%。然后呢，工作其实美国的工作现在是很好找的，可是经济整体的情况大家是很担忧，甚至 AI 泡沫化明年会不会变成议题？然后呢，健保那这个是最严重，川普把那个奥巴马健保给拿掉了，可是只有20%支持川普的这些现在眼前的一些议题，反移民打犯罪还有外交政策20%，所以他觉得这个顺序不对的。同时呢，经济上的问题大概是74%认为他现在做的一般，甚至不好，只有23%说OK 比以前好。那这里面大概不到15%左右是说比去年1年好。所以你看70%比20%多，现在就很清楚，这个民调显现出这1年以来，大家对于川普不只是说蜜月期没有了，其实基本上认为他搞错重点了。他没有关心到人民眼前关心的议题，而且呢，人民眼前的议题也每况愈下。那同时，对于川普的一些手段做法，当然也更不认同比如说他对学界，他对这些逮捕那些ICE的这些作为。所以我是觉得，明年的期中选举如果是在下个礼拜举行的话，那他一定会输1院。但目前还有1年的时间，足不足够他去改正？很难讲，因为经济的问题其实有很多的变数的。好，很快的其实上任到现在，川普已经1年的时间了。接下来，已经用民调，选民已经反映了对于川普的不满。那离期中选举现在看起来其实是对他非常的不利的。而且大家也在检视说，你当初实施这个关税战，其实也是要对付中国大陆。结果没有想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大陆在经济上面，尤其是在出口上面表现却是越来越好。而且呢，在另外一方面，政治上，川普的态度对中国大陆却是明显的降温。几个重要数字来带观众朋友看一下，先来看经济面，前11个月我们看到大陆的出口3.4兆美元，是年增5.4%，对外贸易顺差突破了1兆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对美出口虽然减少了18%，将近20%但是却靠非洲、东协、拉美全面都补上了这些出口的缺口。那刚刚讲了嘛，川普对中政策变得明显的降温。首先10月底和习近平见面之后，我们就看到他抛出了G2的论述，承认中美之间是平起平坐。对于中日这一次的争议，他也保持沉默，传出还私底下要求日本避免刺激北京。再来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国安战略的这个策略也降温了，不再高调强调大国竞争跟大陆的核武扩张。为什么他的态度有这么大的转变？关税战打到现在，怎么把中国打得越来越强？委员怎么看？这个打错方向，而且打的力道实力不足。打人家伤人这个所谓3分就要自己智商5分，从来没看过那么笨的政策。其实川普的关税政策，美国的经济学家一致反对，没有人看好。我一开始也跟他嘲笑他是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在你节目1年前我就嘲笑了，果然不幸成真。因为他那个完全是一种乱拳打狗，会当然是不可能打出一个好的效果。那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在1到11月突破了1兆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因为去年一整年1到12月总共的顺差才多少？8400亿，前年才8200亿，今年只有1月份到11月份就超过1万亿啦。所以如果再加上12月呢，当然就不止了。但是高兴之余也有担忧，因为中国这一次的顺差到达1万亿当然最终原因是出口跟去年同比增加了5.4%，5.4%然后因为有新产品、有新市场、有新通路新产品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产品，传统电子等等，然后还有什么新能源之类的。那新市场什么俄罗斯东南亚甚至于非洲、拉丁美洲这种新市场都被开发出来了。那新通路就是说，它海外有很多新的港口、新的船队，然后
新的航线，还有什么，比如北极航线，还有中欧班列，所以使得中国的货品更容易运到销售场合。但也有隐忧，为什么进口会衰退0.6？它的机器设备进口衰退，就表示民间不再投资。这中国政府特别去注意。第二个，消费衰退。那为什么消费衰退？因为有进口替代品满足大家的消费，可是也表示对于进口的奢侈品不再买啦。然后进口的设备有替代品，再加上更高档的设备不一定买得到被科技管制啦等等的原因在里面。那再加上房地产不振，所以内部的投资需求大幅衰退，所以才会有整个进口衰退0.6%。所以这个隐忧也要去特别去注意。所以表示说增加到1万亿该开心。不过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我来算给大家看哈。就是中国大陆如果单纯讲这个 GDP 的话，人均 GDP 今年大概只有13800美元，可是美国已经到89600美元，等于是中国大陆6.5倍。而且就成长率，中国大陆成长了3.8%，人均 GDP 成长3.8%，然后美国成长4.4%，所以美国在这个数字上是比中国好。然后日本更好，日本成长了6.9%，然后台湾更好，成长了11.1%。那南韩最差，衰退了0.75%，这是尹锡悦的功劳所以0.75%。但整体来讲，概念是这样子的。可是美国是严重的贫富不均，所以刚才才有我们李舰长讲了这个所谓代币问题。它是朱门酒肉臭这个路有冻死骨，但是美国的问题就比较大。你看看那股市，应该多少亿万富翁不断的产生啊！黄仁勋几年前才是亿万富翁，现在已经兆万富翁了，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美国有股票的比例大概占美国人口的差不多20%，那这20% 富起来，80% 平下去，这是美国最重要的问题。中产阶级消失都在这里，因为他们投资的传统工业什么钢铁啦、汽车都赔得很惨，那股票都起不来。可是你丢了 Seven Sister 那七姐妹的股票，每个都发了，这样。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俄乌战场这个时候呢，川普逼乌克兰要在耶诞节前夕投降，耶诞节已经快要到了剩下1-2个礼拜而已。我们来看到泽伦斯基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提出了要放弃北约了，大家在看说，哇，那你这3年的战争是白打了吗？北约这时候慌了，则是喊说要来跟俄罗斯站起来。好，今天节目都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俄乌战争，我们看到打到现在已经进入到3年了，死了上百万的人，最后的结局却可能因为美国的一句话而改变。川普在这个时候直接点名了，他说耶诞节的之前，针对于俄乌的和平协议，你乌克兰要赶紧给一个说法，赶快表态，也意思就是说对泽伦斯基下了最后的通牒了。川普话才刚说完，确实泽伦斯基就立刻表态了，终于他是说了，乌克兰愿意放弃加入北约，等于也是亲口承认俄乌战争打了这3年的血战，以及北约这一张门票一直来来回回的，到底可不可以加入？现在也确定了，一切都是一场空头支票。这一场战争打了3年，等于回到了最原点的起始点。而我们来看到包括了这泽伦斯基在这个时候又补了一句话，他说顿内茨克要不要割让，接下来会由人民来做决定。只是说目前来看，川普真的等得起吗？那么普丁会让你公投吗？还是说这只是泽伦斯基的一个拖延战术？我们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泽伦斯基在此刻终于是抛出放弃加入北约，这3年白打了吗？这个时候他又提到顿内茨克给人民公投，他的盘算会是什么？泽伦斯基当然一路要说谎啊，他前几天在讲说，川普叫他总统赶快改选，他说现在战争没办法改选。那我都听不懂了，战争怎么可以公民投票呢？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嘛？所以摆明了他就想拖，可是他不想负责任，他知道说如果他签字，他以后会被怪罪，因为战争在他任内发生的，然后战败割让土地也在他任内发生的，然后
这个还不能加入北约，还要修宪，也是他在任内发生的。他会承担所有乌克兰所有的怪罪、所有的罪责，而且东欧有个传统，国家失败要找替罪羔羊，没有人比他这一只羔羊更适合当了替罪羔羊，找不到了。所以他依东欧的传统要流亡，要不然可能会受上断头台，这是没办法。这东欧的历史就很奇怪战败了你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人民的愤怒跟挫折。他为了推卸责任，那说这个割让领土我不能做决定，要公民投票他忘了前几天讲说总统选举没办法如期选举，因为战争。好了，不管他怎么讲了，其实最不想停战的是谁？普丁。他很开心看到泽伦斯基不断的提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他说继续打，慢慢打，不急的每天冬季作战准备开始了，他干嘛理你啊？可是普丁不急，这个泽伦斯基不急，最急的是川普他答应美国选民要把这个战争做一个perfect ending， 一个完美的结束，结果没想到碰到这种棘手的局面，连泽伦斯基的乌克兰都管不住，这个对这个川普的在美国内部的这种领袖威望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对，那你明年怎么选人家吐槽你就没办法选。一个政治领导人不怕人家怨恨他，怕人家瞧不起他，吐槽他，这是很大一个伤害。那对于这个普丁他其实算盘打得很紧，我管你公民投票不公民投票，你反正我占领的地区你已经要不回去了要么就拿别的东西来交换，那你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交换啦，所以他反正老神在，他根本懒得去理那个川普跟泽伦斯基每天在讲什么，好像照他战争一直打下去就对了。好，所以我们看到此刻的川普，他急着要把这场战争给提下来，因为紧接着就是俄罗斯的冬季的作战，马上就要正式的展开了。美国这时候希望喊着赶快停下来，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在背后的老大哥还有欧洲这个泽伦斯基背后的老大哥，欧洲却是不愿意停下来的，而且还喊说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的加码援助乌克兰。欧洲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他先在资金面做了一个想法，他说要把冻结的1930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直接呢拿来援助乌克兰，来买他的军备。这个想法一出来之后，立刻遭到了各方的批评。首先，自己欧洲内部的清算所就警告说，你这样子做，其实对我们欧洲是不利的，会出现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美国也私下反对欧洲这样做，他说你不该用这些资产来继续延长这一场战争那外界也在看说，没收了俄罗斯的资产去帮乌克兰，也等于是直接对普丁来做宣战。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欧盟还会继续做下去吗？如果真的持续的支持乌克兰，接下来普丁会如何报复？杨老师怎么看？还记得美国跟俄罗斯达成的28点和平谈判要点当中，就谈到了就是俄罗斯被欧洲以及相关国家冻结的海外资产达到3000亿，中间其实有个7%是在日本这边，那他们是规定其中2000亿还给俄罗斯，1000亿留下来做战后乌克兰的重建。是，当然重建的收益一半美国要拿走，但这个就是在整个美俄谈判当中的几个要点之一，其他像是领土安全，这3大要点其实最大的关键还是领土，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谈成。我看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正在柏林，美俄乌欧洲正在进行了谈判。我们刚刚谈到泽伦斯基已经宣布放弃加入北约，不过这种宣布其实大家都已经决定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根本都没有这一项，领土不可能。那这个所谓的就是动用资产的问题，我觉得欧洲这些有一些国家它就要冻结这个将近2100亿欧元的这个资产。那用冻结资产让美俄之间无法真的达成这个协议，因为俄罗斯一定会反弹，对，而且要把这个冻结资产里面将近1930亿的欧元用来援助乌克兰的军事经济，现在而不是战后，也就是要拖延战争。
那俄罗斯绝对不会答应。其实这个冻结本身哦，匈牙利跟斯洛伐克都强烈的反弹。那可是呢，谁强烈的支持？立陶宛的这个政府，还有呢，欧洲的外交安全的代表啊，叫做卡拉斯。卡拉斯是之前爱沙尼亚的总理。所以你现在看哈，比较东欧反俄支持俄乌战争的这个国家，现在倒过来全力支持。可是要问了，欧洲决策其实最主要还是2大国嘛，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德国。但现在这2大国根本就是摆烂，马克宏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去影响决策。而莫尔兹呢，我觉得莫尔兹真的决策能力非常的这种幼稚，而且弱智。他现在还是编了130亿欧元左右，要明年给乌克兰作为就是军事使用。全欧洲现在只剩下德国还编这个预算，可是呢，他又没有计划说要怎么去结束这个问题。那因此，那你要记住，俄乌战争继续延续的话，那钱哪里来？对，只有德国的130亿不够，所以呢，他们就动脑筋动到了这个俄罗斯在瑞士等国的这些资产，加起来大概是2100亿，那我是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没有什么用啦。对俄罗斯而言，那就继续打呀，对乌克兰而言，拿着这个钱，他能够打多久呢？美国呢？美国会觉得，那既然你有钱，我就不管你了，所以情势会更加的恶化。欧洲没有能力去面对真正俄乌战争如何结束的能力。而只是把这个问题往后拖，变成后面更严重的问题。好，现在面对欧洲国家已经态度很明显了，就是希望支持乌克兰，让这一场战争继续的延续下去。川普看在眼里了，这是来自于经济学家，这位是 Nora Smith 特别指出了，他说川普看在眼里这些情况，所以他现在正在疏远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并且转向普丁。那当美国开始停火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凶的竟然是北约哦。北约秘书长吕特这个时候放话了，他还说。跟欧洲一样，态度非常的坚定。他说，北约必须要准备好，接下来我们要和俄罗斯来开战。同一时间，我们来看到英国跟德国的态度。英国已经开始谈国家韧性了，要强化武装力量，加强自己的关键基础设施。德国也宣布，明年会派兵加入波兰的东方盾牌，来巩固整个在北约的防线。普丁是真的有想要侵略欧洲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是欧洲他想要用放话加恐吓来掩饰接下来美国可能会抽身的恐慌？如果北约接下来只有自己没有美国的话，他真的能够对俄罗斯全面开战吗？几个问题，李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啊，那个北约现在最厉害的武器啊，都不是在战场上看到的，其实就是认知作战跟嘴炮而已。也就是讲的好像很狠啊，然后但是呢，真的要那个实打实的买装备的时候，他要用俄罗斯的钱，因为他自己没有钱。那而且呢，现在俄罗斯很聪明的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整个扭转这个战局的战略的部分啊，也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在卢甘斯克、那顿内茨克以及赫尔松以这一个地方在作战啊。那在这个地方作战的时候，也就是在内线，也就是所有的北约国家都支持乌克兰，然后对着打。那然后结果，俄罗斯采用了另外一个战略，我就去袭扰你其他的国家，也就是我开始展开外线，让你只能顾自己。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也就是当他的无人机，他没有攻击任何的波兰啊或罗马尼亚，可是我飞进你的境内。你有本事就把它打下来啊！那我也没有要攻击你啊。那这是一个部分。然后波罗的海三小国觉得没事吗？那其实爱沙尼亚那个它的一个领空，然后就被直接的擦边的穿越。这个也就是当北约国家每一个国家都觉得，哎呦，我岌岌可危的时候，没有人要再帮助乌克兰，这个才是真正的实况。而且这个问题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虽然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装备好像大家觉得不怎么样，事实上也是，不然他直接用火炮就好了，他为什么要用无人机呢？也就是他的火炮不急，还不如做无人机来得快。那而且当大家开始要对俄罗斯进行核威慑的时候，俄罗斯从来不理这一套，也就是当你北约在进行这个核武军演的时候，我立刻就打针果树，这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当你在对我进行以这一个
战斧巡弋飞弹的时候，我立刻就把这个海燕的核动力的巡弋飞弹直接飞起来给你看。这个飞弹它本身虽然是核常兼备，可是更重要的是它打下来就变脏弹，因为它上面通通都是那个我们讲到的核动力啊，所以它打下来就变脏弹。但是俄罗斯不断的啊，那在发展新的长程打击的一个武器，而且这个长程打击的武器，我们刚刚现在所看到的这个9M729的这一个飞弹呢，其实在当初中导这个协议中间被限制的，现在又拿出来用，它的射程呢，那个包含了英国，甚至连冰岛，远在冰岛，甚至北欧所有的国家。欧洲全部通通都在内，所以有国家能够抵抗这种飞弹吗？没有，因为它又是高超音速的飞弹。那有没有？现在我们讲到说，在战场上面，如果泽伦斯基他什么都没有，他一无所有的话，他现在就只剩的也就是交易而已。那交易现在第一个交易掉的，也就是我们看到他放弃加入北约。其实大家早就知道他没底气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可以交易呢？也就是那4周而已。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特别看到在东南亚这边战事真的是一触即发，尤其是泰检的大战已经进入到第2周了，完全都没有任何降温的一个迹象。这一次泰国直接祭出他的 F-16来轰炸柬埔寨的最前线，包括他也在泰国的沿海的5县市都开始做宵禁来备战，甚至他们的总理这个时候也煽动起了这种民族主义，有人说这个农民都要一起的来上战场了，大家都支持跟柬埔寨继续的打下去。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一起泰检之间的火爆冲突已经全面的升级，即使有国际的协调来斡旋，双方仍然是持续的交火。先来看到泰国国防部最新消息，他说柬埔寨方面军方13日趁着深夜的时候，不断的攻击泰检之间的边界，包括了无人机直接就侵入到了泰国上面的领空，迫使我们泰方展开了报复行动。那么泰国是出动了什么呢？是在13号的深夜，泰国直接出动了他的2架 F-16战机来轰炸柬埔寨的前线，还包括了在边境的饭店，甚至2座是可以运送武器的桥梁都被泰国给炸毁了。除了在空中，我们看到地面部队随后也一起推进到了边界，包括了多辆的这个战车直轰波贝市一座赌场，整个赌场都遭到了摧毁。这时候泰国也宣布了进入紧急的备战状态，包括东南部它的这个施达勒府的5个县直接开始实施宵禁，并且正式的宣布要封锁泰国湾，把这一些可以运往柬埔寨的，不管是石油或者军事物资，全部都给阻断拦下来。而泰国更在边境这边查获到了来自于柬埔寨士兵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说清楚的记载了超过36处的地雷埋设的坐标，还有完整的地雷的图片等等。局势如此的紧张升温之际，这个时候川普赶快出来介入了。最新他和泰国的总理阿努廷通话之后，川普就立刻在他的社群上面这样写，他说通完话之后，我将先前发生的这起地雷爆炸定调为一场意外。川普还说这个泰检现在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话才刚说完，没有想到泰国总理立刻打脸川普。他强调呢，有关于这一起地雷爆炸完全不是意外。他还说了，接下来会继续的打下去，要让柬埔寨完全的去军事化。这场冲突至今已经造成了数字还在持续的统计上升当中，至少200人死亡受伤，4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注意到了在战场中这一次打战一名
怀胎4个月的柬埔寨女兵在作战中还因此殉职。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吕舰长怎么看呢？这一起泰柬的冲突规模、战事是否在扩大？泰国这时候封锁柬埔寨，而且做宵禁备战，是否已经走到临界点？舰长怎么看？的确是啊，上一次也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泰柬的这些冲突的时候，其实泰国并没有全面的进入备战，而且还那个对于南部的5个县啊实施宵禁。现在更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他要封锁这个泰国湾。我们来看一下泰国湾实际的位置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可以封锁到整个柬埔寨的部分，不过那也是痴人说梦啊。为什么？因为比较接近南海的是柬埔寨，而不是泰国啊。那而且这个油呢，那个它只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之后，其实它是挡不住这一个柬埔寨的。而且，但是呢，我们这样讲啊，说这个泰国它的海军的实力其实是远超过柬埔寨的。这是我们看到，虽然它有航空母舰，但它的航空母舰现在没有舰载机啊，它的舰载机全部都是直升机。那但是呢，它有新一代的这种巡防舰。那如果说对比这个柬埔寨的话，柬埔寨没有这个实力，柬埔寨全部通通都是这一种我们不能讲小破旧啊。那但是呢，真的是吨位只有245吨、250吨的这些小艇根本不是对手。那如果说回到原来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打起来的，其实就是为了钱打起来。为了钱，大家不愿意讲而已。大家一直在讲的是什么？讲的都就是这个在泰柬边境上的一个扁担山脉上的博威夏寺啊。那这个博威夏寺其实它是西元889年的一个湿婆神庙。那我请教一下，你泰国是拜湿婆神吗？不是吧？那为什么你要对于这个地方这么重视？开玩笑，他一定说我寸土不让。可是大部分的观光客都是从泰国这一侧过去的。那泰国更想把它的边界从原来的它只有这个我们讲到的博威夏寺的一角，再继续往东推。可是往东推，开玩笑了，对于这个柬埔寨来讲，你的东进就是我的西退啊，所以也绝对不让。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啊，这个柬埔寨跟泰国的这个实力这么悬殊之下，他为什么实际要打？真正的寸土不让的是柬埔寨。但是呢，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大家都有不可以输的压力。为什么？因为对于柬埔寨来讲，洪马内他是父亲扶植的第2代，不能输。那至于说阿努廷来讲，他要全面改选国会，那他也是要来竞选的，那他怎么能输呢？当然，两边争执不下，川普出来求和，那当然盘点最后就是我的泰国最主要是观光收益，更不怕你美国立刻打脸。是，确实哦。现在所以因为这一起事件，泰国政治也是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尤其阿努廷现在压力很大，但是也因为这个压力哦，包括因为现在整个内部哦，人民也非常的支持政府继续的打下去，所以呢，泰国内部说现在掀起了所谓的民族主义浪潮，刚好就是很适合，很对于现在的保守派阿努廷是非常的有利的，在接下来的国会选举当中。那阿努廷他是现在泰国的总理之外，他是2012年重返政坛的，领导了泰自豪党。那他的优势就是他可以结合包括了地方的派系，还有这种结盟保守的精英，所以他在泰国内部迅速的做大，而且这个被这个分析形容他是政治的变色龙，他可以擅长动员民意，又可以展现对于皇室的效忠。可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带领泰国又走向战场呢？那现在有一个说法，农民可能会跟随他起义。杨老师怎么看？阿努廷是在疫情期间哦，整个在泰国负责疫情处理的官员，他是当时的公共卫生部长，他也做过内政部长，所以他个人是比较就是在官僚跟政策层面啊受到肯定。可是他参加的那个泰自豪党啊，是唯一的一个把民粹主义写进党纲的这个泰自豪党。但泰自豪党大概是排名第3大党。大概目前拥有70席的这个议员，那另外2个党呢，维泰党，那就是塔信所创建的。那贝东丹在8月份下来之后呢，阿努廷上来，
那阿努廷上来的时候，他就承诺4个月之内解散国会。因为人民党支持他才有这个机会嘛。因为人民党第一大，那人民党大概有143，那贝东丹的维泰党大概140，所以4个月之内解散国会，他现在就宣布了。那刚好又碰到就是边境冲突、领土的争议。上一次才5月份的时候才跟柬埔寨打了一仗，那可是呢，现在又在起，川普再打电话没有用了，因为我们要选举了，谁敢退？哪一个党敢退？要退的时候，你会不会被这个保守派或者是被人民这个谴责？然后呢，军人背后的这个影响力，泰王背后的影响力，没有人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泰柬的冲突上敢说要和平。为什么？因为上次的贝东山说要和平啊，结果8月份他就被解职了。所以我是觉得现在45天到60天之后要重新举行选举，大概1月中到2月中，泰国要举行新的这个选举。到底谁会赢？是维泰党还是人民党？人民党现在有机会回来，因为人民党之前叫前进党，就他在2024年8月的时候被宪法法庭解散。为什么？因为他支持要去修改那个就是藐视王室的这个条款，那是宪法第112条。因为这个东西他被要求解散，可是他又重新这个不见得改头换面了哈，但是呢换一个名字。叫人民党，所以接下来是人民党跟泰自豪党可能会结合，也就是阿努廷跟人民党之间的结合哈，可能会回到泰国的这个政权。那因此呢，这个边境的冲突要继续坚持下去，反正泰国的军力是比较大嘛，不会输的。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阿努廷他其实声势正旺，他甚至还喊出说要去柬埔寨的军事化。看起来这场泰柬之间的冲突还会持续吗？那美国斡旋是不是接下来就会失效了？委员怎么看？不能说失效了，因为不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面对泰国跟柬埔寨这2国的冲突都有手心手背都是肉的问题啊。对，而且正像杨教授讲的，两边都有在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危机啊，柬埔寨也有啊，然后这个泰国也有啊，所以因为内政延伸出来的有打仗的需要，那大家放心说，这种战争打的规模不会太大。但是比较讨厌这种战争会拖很久啊，因为大家都是利用战争在建立或者巩固国内的声望嘛。你说阿努廷他现在怎么能退啊？对不对？他当然喊口号喊得很大但是实际动作他自己也知道因为这种打下去对泰国的经济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可是他喊大声一点，为了泰国的光荣这一次要把柬埔寨给打服下去这种话每个人都会讲啊。那洪森也不遑多让，洪森是越老越糊涂的一个人没事干去把那个泰国里面最亲柬埔寨的贝东塔给拉下来了，他现在自己还是收拾烂摊子啊。现在本来刚才那个杨教讲对，还有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主张，现在没了。泰国现在是人人都是上武重战，看怎么办？对，那洪森现在自己应付他内部也要去鼓励啊。也不能示弱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军人出身，带领的柬埔寨从慌乱中从那个波塔政权里面脱胎出来的，坦白讲他功劳很大。可是真的要打仗的话，我们小先生讲对，两边实力差太远，他会被泰国碾压光他的1年度的军费，泰国是他的25倍啊。所以光这个数字你就知道怎么打，可不可能打。可是问题不可能打的话，他也不能喊太小声啊，所以2方面都在那边作妖，我们就慢慢看戏吧。如果说哪一天泰国真的是想要好好揍他一顿的话，也不会有占领领土的问题啦不会占领领土就比较大，但是把对方揍一下赶快跑是打得会的。揍一下赶快跑。对，好，谢谢委员。